我知道你小子长什么样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哎，你这瓶酒算是陪我的还是请我的呀？啊，你不是不喝酒吗？那要看跟谁了。这回呢？你醒啦？咱俩昨天晚上挺好的。还断片了。喂，大哥，你这一宿也不接电话呀？我还以为你自首去了呢。你哥和你孩儿他妈都找你呢，赶紧跟他们联系一下吧，报个平安。我知道了。小波等一下就下班了，我得赶回去给他做早餐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昨晚上咱俩没什么吧？你紧张什么呀？别担心，我又不会赖上你。关队长，你怎么知道？之前我还一直在想，你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原来你就是不久前抓住那个车震凶手，并且有个通缉犯弟弟的警察。怪不得你那么猛男。关队，关队，跟来。老周，回头告诉技术队，下次别费那劲了。锁黄底桌24的位置，门就能开了。我这孙猴子再精明，也斗不过你这二郎神啊！谁让你有3只眼呢？有什么发现吗？法官，这老虎，它不吃烧鸡呀！啊！我告诉过你，分谁喂。我知道你们2个人见过面，而且一直在联系。说实话，我是真怕在你家里发现点什么，
兄弟替你捏把汗，见好就收，别陷得太深。喂，行，知道了，马上过去啊。这个就是关宏宇吗？从录像上看，他跟安藤不像是一伙的呀。能再清楚点儿？已经送去总队和物证鉴定中心了，但是因为这个监控型号太老了，灯光又差，清晰成像的效果不会好多少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巧合的原因，所有的监控都没有拍到这3个人的正脸。门口大堂的监控呢，也没拍到。那台已经坏了很久了。这个安藤的身份，不知道高法医那边尸检怎么样？安藤用的枪是改装过的540，序列号被错掉了，弹道送去市局那边做对比了。他开的那辆车是不到1周以前租的，钱包里有少量的现金和书写模糊的收据几张，没有找到任何身份证明和银行卡，还有2把钥匙。手机呢？他的手机卡是那种不用实名就能购买的，拨打过16个电话，经过初步筛查，有2个已经关机，还有停止使用了。您看，如果我们要是告诉关队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周队，接到一个报案挺奇怪的，关老师让您去一趟。行，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哦。所有的调查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向任何人透露。好。这是我们周队。走。麻烦你再说一遍吧。今天一早我接了个电话，说是我儿子给绑架了，还要我准备500万现金赎人。你确定你儿子被绑架了？跟他联系过没有？没有。那你最好先确认一下，他是不是真的被绑架了？周队长误会了，我接电话的时候，我儿子小鹏一直坐在我身边呢。哦，那可能是诈骗。现在这种事儿挺多的，既然孩子没事儿，甭理他们了啊。你先别着急，听他把话说完。确实有些怪的事情。小鹏昨晚出去玩，喝了那小酒，半夜是坐的出租车回家的。可是现在，他的车找不着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先按车辆失窃处理一下，好吧？我建议还是按绑架案来处理。人都在这。一般绑架诈骗电话，可能索要的也就是5到8万，10几万的都很少。你听说过一上来就要500万的绑架诈骗吗？亚楠，来，把这签下。为什么调查我？我涉嫌什么违纪行为了吗？这还不是之前关宏宇夜闯支队时闹的吗？你签一下吧，走走过场，做个样。可是这上面既没有主管局长批示，也没有周巡签字，我为什么要签？这不是表示你是自愿配合吗？配合，我当然愿意配合。想怎么走这个过场，尽管问。就这车啊，对，那个半小时之前那附近村民发现的这车，然后这个缉毒队已经去调监控了。怎么样？车辆状况良好，没有明显的剐蹭痕迹。车内车外找到了很多不同的指纹，不知道对排查有没有帮助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扶手上还有半枚脚印。又叫钱校长。哎，勘察完了把车开回去啊，先别还给郭家。但这辆车不就是郭鹏丢的那辆吗？哎，这车被丢弃在这之前，里面肯定坐过3个人。这个脚印应该是有人钻到后排时候留下的。
这种车后排不适合坐人，如果是非得要坐的话，要把前排的这个靠背放下才能钻进去，没必要那么粗鲁啊，踩进去。这个脚印虽然只有半个，但是可以看出来，这是43码以上，而且那么大个，一看就是男的。如果只是单纯偷车的话，没必要这么多人吧。而且最后还把车给拽这儿了。郭鹏昨儿不是喝多了吗？他打车走的，这车停哪儿了？郭家庄路的和弦音乐酒吧，应该是个夜店或者 club。行，回头查查是怎么开来的。好了，钥匙都在上面，这车偷的也太容易了啊！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收队。王志革夜闯支队时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已经跟周队汇报过了。那天晚上停电之后，关队来法医实验室找我，我们在楼道里相遇，遭到王志革的追杀，我们就一路逃到停尸间，借助停尸间的门挡住了王志革，直到电力恢复，增援赶到，我们才离开。从楼道里留下的枪痕来看，王志革一路追杀你们到法医实验室，一共开了5枪，但都没有打中。您觉得很遗憾？他进入法医实验室以后呢，就再也没有开枪。大概他是对9毫米的子弹能打穿16厘米厚的大门没有信心。可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周队和关宏宇在楼道相遇，并爆发了冲突。鉴于当时情况危机，周队呢就没有继续追捕他，而是去营救其他同事。依据他们2个人短暂的交流，我们得知关宏宇是从楼上下来的，他很有可能进了法医实验室，这也符合他声称的去救关队的目的。好感人啊！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我们怀疑关宏宇和王志革是一伙的。那他们俩就是一起来杀我和关队的，好险啊！然呢，配合一下嘛。您这种完全不着调的猜测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！我怎么配合你？王志革之所以放弃追杀，很有可能是被关宏宇半路拦下的。那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，刘队？王志革这会儿还在停尸间，要不您去问问他？啊，东西没找吧？啊，没有。昨天晚上你去过和弦音乐酒吧吗？检察同志，您这不就是明知……对，我在酒吧，一个人，和几个朋友。钥匙怎么会在车里？啊？车钥匙怎么会在车里？哦，我好像是把车钥匙给服务生了，让他把车给我开过来。我喝多了去厕所吐了一下，朋友打车把我送回去了。既然这把钥匙给了服务生，为什么还说自己车丢了呢？哎呀，这不喝多了嘛，这早上起来脑子也乱。哎，严同志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一场误会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现在看来啊，既然车找回来了，那个绑架的电话，我琢磨的就是骗子打的，咱们呢就不耽误了啊！别，等等，事情没那么简单啊。从郭家庄东侧附近停车场调取的监控来看，在凌晨1点50左右，确实有人在那儿开走了你的车。不过刚开出了停车场，你的车就被拦下了。从监控里来看，这2个人是强行上了你的车，随后开车掉头驶离了郭家庄地区。从小桥庄附近调取的监控来看，这辆车是在凌晨2点半左右经过了小桥庄路口，随后一辆没有牌照的松花江牌面包车驶离了现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些人就是在那里换的车。嗨，警察同志啊，我还是没听明白，您说的意思是？我们认为您接的电话很可能是绑匪打来的，只不过阴差阳错绑错了人。那绑走的人是谁呀？这个时间段，和弦音乐酒吧还没有营业，我们联系了老板，看有没有失踪的员工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必须假设绑匪不知道绑错了人，所以我需要您的配合。配合？啥配合？你手机呢？手机？啊。哎，
配合我们，就当你儿子真的被绑架了。亚楠，你也是队里的老人了，从实习助理到今天的主任法医师，可以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关宏宇啊，他落网是早晚的事儿，到时候我不希望你被他牵扯太深。刘队，我还要重复多少遍？我和关队那天晚上真的没有见过关宏宇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。就算是关宏宇想来见我，或者关队，他也犯不上来踹支队的门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是对事不对人。对事儿，您真的有考虑过这事儿有什么蹊跷之处吗？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是关宏宇真的来过支队，甚至和王志革之间有什么关联，那他为什么要来支队啊？那当然，他是为了他的案卷呢。对啊，就是为了他的案卷，无论是复制案卷还是销毁案卷，能替关宏宇脱罪吗？如果不能的话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对他的案卷那么感兴趣？那这个，我劝您先把这事儿想明白，至少比在这浪费咱俩的时间强。我对关宏宇的案子并不了解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摆明了他的案子有问题。甭管是您刘队，还是您口口声声说的我们所代表的各位领导们哈，与其在这挖空心思刁难自己人，还不如把精力放在真正有疑点的案件本身。我还有工作，是为了。等一下，亚楠。阿司匹林是可以抑制妊娠反应，但对胎儿啊还是有副作用的。我也算是过来人，为了孩子，把这药给停了吧，啊！谢谢刘队提醒。您为孩子着想的方式，全支队的人都见识过。关队，哎，亚楠，安藤的尸检出来了吗？正在做验尸报告。那他的随身物品查了吗？技术队拿走了，你回头去2楼问问。刘长勇知道我怀孕的事儿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猜测。先不管了，暂时统一口径吧。你在这干嘛？传达室说有人找我。关队长，您好，您是？我弟弟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所以我就想来找你，看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。啊，那进去说一下情况呗。请坐吧。对不起，我们这儿不能吸烟。关队长处处留情不要紧，关键您可别提个裤子不认人呢。我只是个前支队长，现在这个顾问的身份，连警察的正式编制都不算。我可没有能力把你弟弟不确定的失踪在支队立案。那我可不管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就像昨天晚上那样。昨天晚上，你是不是去过和弦音乐酒吧？讨厌，你都知道还问我。关呀！怎么了？绑匪又打电话来了。
啊，纸和笔都找着了，你说吧。500万，只能用50或100面额的，钞票不能连号，听清楚了吗？啊，那个，你得让我跟我儿子通话，那个我得知道他还活着。姓郭的，你儿子的命捏在我们手上，轮不到你发号施令。那我连我儿子死活我都不知道，我凭什么给你付钱呢？再说了，你要是把他给害死了呢？你他妈是不是报警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破财消灾啊。那，喂，挂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定位到了吗？主叫号码是一个网络 IP， 定位不到。IP 地址呢？好像是一个境外的处理器，应该是用了 VPN。外网代理的 IP 端。像这样的代理应该都是屏蔽 IP 地址的，因为像这样代理本来就是用的境外处理器。哎，地下同志，你看啊，配合工作配合到这份上，我够可以了吧？再说了，这事本身跟我家就没什么关系，你老这么折腾我，没准我就会招祸的。对，感谢，非常感谢啊！您再稍微的配合一下啊！真要是把人质救出来，这不也是祖上积德的一件事吗？啊，积德行善这是啊。这什么呀？你找人啊？哦，我找关队。你是关队朋友啊？昨天晚上刚认识的。您是？高亚楠，关队的同事。你好，我是任迪。喂，找谁啊？我，关队的朋友说有事儿找他。老关，你的朋友？您要的验尸报告。喂，郭鹏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弟弟是怎么失踪的？小波昨天不是晚班吗？你忘了？咱俩出去的时候还碰到他了。今天我回去给他做饭，发现他一晚上都没回来。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，都说没见到他。小波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集，按理来讲，我一晚上不回来，他应该给我打电话才对。那你没去你们单位？不是那个和弦吗？还没开门。我给老板打电话了，他也没接，估计还睡觉呢吧。哎呦嘿，正找你呢。那个，刚才那个事儿，你怎么看？安藤的验尸报告你自己看看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技术队正在处理刚刚传过来那张人质照片，发现照片呢？照片小周那个，周，来，过来，弄好没照片？快，你看，从照片背景里。我们现在已经得知，被绑架的人是和弦音乐酒吧的服务生，叫任波，23岁，河北石家庄人。目前推测，他应该是在昨晚上班的时候，替郭鹏去取车，被误当成了车主，遭到绑架。从照片上来看，绑匪用胶带封住了任波的嘴，整个过程当中，任波应该都没有得到跟绑匪沟通的机会，所以他们绑错了人，并不知道。现在看来，咱们应该尽量的稳定和维持住这个局面。哦。难怪我看这个人眼熟。那好啊，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那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啊！哎，别，郭先生，我们恳请您继续协助我们工作。为了人质的安全，暂时不能让绑匪知道他们绑错了人。为什么呀？
因为绑匪既然选定了你做目标，对你的背景肯定是了解过，知道你的父亲有支付赎金的能力。但如果绑匪一旦知道人质家里没有支付能力的话，那就放我再绑一个呗。有这种可能，但如果绑匪心狠手辣的话，撕票也是一种选择。我跟你一样想通透这爷俩，但要控制好情绪。他们并没有法定的义务配合我们的工作，争取他们的协助也是为了营救人质，多争取时间。这个任波的姐姐是在河沿酒吧做驻场歌手，家境贫寒，姐弟俩相依为命，在外地打工，应该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赎金。关队，我们放大了照片，从背景上看，好像窗户有一部分是被牛皮纸包住了。这个照片我看过了，从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来看，任波应该被绑在一个西南朝向的房间里面，而且地面和墙面都非常的残破，这种坎墙上贴的瓷砖现在都很少见了。这应该是一个待拆迁的房子。从这个户型来看，这种房子应该都在京港的老城区，不管是绑匪自己的还是他临时租的，这个地方显然都快拆了，对吧，关队？那周队，您说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……对，把照片送到物证鉴定中心做一下锐化处理。任波被绑的这把椅子很可能是固定在地面上，如果照片能更清楚一点，看清楚他们使用的什么工具，对排查是有帮助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好。绑匪既然在小张桥换的车，那么重点查查北五环以外的小区。好，我带上你。哎，老关，咱们除了稳住郭西湘之外，还有别的招？看看能不能让郭西湘他们先垫付一下赎金，当然前提是不会让赎金落在绑匪的手里。就算是地主老财，瞬间拿出500万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。所以呢，要委屈你关的顾问放低姿态，真心的去请求他们帮助。安藤的验尸报告上，除了你用手枪套筒制造的那个3乘2.5厘米的开创性伤口，堪称血腥以外，没有其他任何亮点。他的随身物品还有夜总会的监控录像，应该都在技术队做分析处理吧。所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正式参与？还请周大队长好好考虑考虑。人家已经找到支队去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行啊你，背着自己怀孕的女朋友去玩一夜情。我就是喝了点酒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真的，就是我喝多了，他喝多了，就恰巧睡在一张床上去了，什么都没发生，真的真的。现在人家的弟弟被绑架了，他又交不起赎金。绑匪随时可能会撕票，先把精力放在破案上吧，等把人救出来再说。有道理。我对你今天晚上将会面对的境遇深表同情。关队。关队。找我？之前死在我手上的那个叫安藤的，现在知道了是个假名。在查清他身份之前，姑且先这么叫。他的指纹和 DNA 筛查结果还没出来，但是他使用的那把5.4手枪，经过弹道的对比，和一起悬案的凶器相吻合。西城的案子。对，死者叫于松堂，是个流窜抢劫的惯犯，
他的作案区域主要是在西城、海港还有咱们区，但是他3年前让人在洞田后街给毙了，用的凶器就是安藤的这把枪。这案我从市局调过来了，尸检报告也在里边，有空你们看看，没准能找到与安藤身份有关的线索。3年前的案子，就因为用了同一把枪，咱们现在也没办法确定这个人就是安藤杀的。说实话，我也没看出来什么，所以要拜托你，关宏宇，没准能给点线索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他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已经把我手机通讯录上所有的人都翻了，我甚至找不着一个可以借给我钱的人。500万，这对郭鹏他爸来讲就是一栋房子的事儿。可是对我们这种人，我上哪儿去找人500万？你做歌手这么多年，都不认识1、2个能借你钱的朋友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有啊，好多个呢，像郭鹏这样的，找我去陪他们睡就行，对吧？一个人1晚上5000块，我睡1000个男人，我总能攒到500万的吧？那你呢，关队长？你是不是也要给我5000块啊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替你想办法，你别着急好不好？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儿吗？哪件事儿？郭鹏的帽子。帽子？小波，小波，哎哥，鹏哥的车停哪儿了？啊，鹏哥的车就停在那边呢，就是左拐，然后再去把鹏哥车开了。啊，好嘞。哎，对不起哥，哥们看着点啊！凶什么？这我弟弟。你弟弟啊？自家人。哎，走了啊。难道说？对，就是因为你，他们才会把小波当成郭鹏给绑架了。关队长，你全力以赴是不够的，你必须把小波给我找回来。人弟，你不能走，你得留下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线索。我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还不如回去工作，给我弟弟攒赎金。运气好的话，没准还能碰1、2个有钱的客人。你还不去送送人家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戴口罩那就是关宏宇。这期间他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。这个人就是跟安藤一伙的，不过没拍出正脸，身份也没法确认。带我去。停。
把这放大。刘队，这人您认识？感谢您和您父亲的配合，也希望呢你最近能注意安全，尽量减少公共场所的出入。好。周警官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你给我留一个电话，闲下来的时候一起坐坐。啊，您要是想找我的话，就打支队的电话就可以了。啊。好，放心吧，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。关老师，我不管，你必须把小波给我救出来，这是你欠我的。行了，关队长，我就不劳您远送了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美女？我要去上班，你要是顺道的话，就送我一程吧。啊？顺路，非常顺路。来。军哥，你弟的事呢，我挺遗憾。但要说这500万呢，你也不是第一天来上班。该知道啊，军哥就算把这杂货买天全卖了，也值不了这钱的。这个你拿着，就当是2年的工资吧。军哥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至于你以后来不来上班，随你了。任姐，该你上场了。我就来。哟，居然活着回来了！你没被人跟踪吧？我已经把我手机通讯录上所有的人都翻了，我甚至找不着一个可以借给我钱的人。我上哪儿去找人500万？就是因为你，他们才会把小波当成锅棚给绑架了。你全力以赴是没有用的，你必须把小波给我找回来！